瑶清公主，本君这洗梧宫实在腾不出任何位置来容你了。明日一早，你便回东海。只要你不再做什么出格的事，本君对过去既往不咎，也算是还上阿离的救命恩情。素锦，你倒是很重情义。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妙清公主，不如向天君请一道旨，请天君将你一同嫁去东海，你看如何？君上，是妙清一时迷了心窍，才会用下了秦瑶的羹汤来勾引君上。君上，不管你怎么罚我，我都不会反抗的。哪怕是每日里7749道天雷劈石，妙清都不会怕。只求君上不要让妙清离开这洗梧宫。妙清这一生的夙愿，就是能留在君上身边，一辈子伺候君上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上回妙清认错了你，你帮了妙清一次，这一次，请您再帮帮妙清吧，娘娘。妙清公主既然跪了我，如若我跪回去，也是拉不下这个脸的。少不得要说两句。你说。其实这个事情，真的不是妙清公主一个人的错。你当初明明知道她对你有情，还要把她带到天上来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报阿离的恩，让她躲过她的婚事，等她想清楚了再回东海。但她不一定是这样想的，她一定觉得你对她也动了心。你既给了他这个念想，又扮作正人君子，迟迟不肯动手，少不得便要逼着他亲自动手喽。但是当初他说进来洗梧宫当个婢女，便心满意足。恋爱中女子说的话，你也信的？听老身一句话，还是尽快回东海吧。她是本君的妻，也是这洗梧宫唯一的娘娘。她既然如此说了，妙清公主还是回东海吧。君上，君上！洗梧宫这么大，你能找得到一览芳华吗？应该还是找得到吧。我送你。娘娘，娘娘，求娘娘求求君上，都是娘娘让妙清这么做的呀！娘娘，你说，是本宫让你这么做的？妙清。本宫怜惜你对君上一片痴心，你竟要借此陷我于不义。娘娘，妙清不是这个意思。本宫真是错看了你。娘娘，刚刚妙清口不择言，求娘娘恕罪。既然君上已经让你离开，你也别耽搁了。
现在就走吧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还顺利吗？星诺，我终于知道为何月华会对他如此紧追不舍。娘娘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刚才看到了青丘白浅，你可知道他长得像谁？他竟与那个凡人生得一般无二。娘娘，你在说什么啊？素素，就是素素，他竟和那个素素生得像极了。送到这里，剩下的路我就认得了。哎，接下来的路我真的认得了。我送你到这里面，不是真的为你带路，我是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让那个公主回东海？不是你也希望她回东海吗？只是因为如此吗？你这样问我，我倒不知该怎么答你了。果然如此。果然什么？我没有忘了之前对你的承诺，我会记得帮你纳几房侧妃的。只是，既然你不喜欢这公主，那便让她回东海就是了。说起来，这公主心机确实沉了些，今日能对你下情药，改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。这后宫还是清静点的好，你说呢？我原本就不该问你这话。方才将你叫入屋内，是为了让你促一促，却未想到你由始至终只是在看热闹。我在你的心中竟没有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你要等他等到何时？上神，上神，上神，上神。上神昨日说小殿下3更便会醒来，如今已过了3更，小殿下却仍没有醒来的征兆，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。奴婢急得很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才来惊动上神的。耿贤的小娃娃喝了果酒，确实睡到3更便能醒过来。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。照他这势头，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。不过你看他这小脸红扑扑的，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，你不必担心。
你该不会自打昨日抱了团子，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？放心吧，我等下渡他些仙气，保证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。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，第二日最好喝些煮得糊糊的粥。你先下去歇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明早多些粥来。但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，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，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，滚到庆云殿，他也未必醒得过来，如何饶得了我？照顾小孩子真不是件容易事，这夜华也真是颇有耐心呢。来，小殿下还未醒过来。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。这粥放凉了也不好，上神还未用早膳吧？若是不嫌弃，且请尝尝奴婢的手艺。不必了吧？这粥奴婢熬了2个时辰，若是到了就可惜了。况且上神稍后还要去上清静的天泉，空着赴去也不好。你说的也是，那我便尝尝吧。果真是好手艺。上人，这么大阵仗，灵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。娘娘，本宫晨间散步，受一股纯然的仙气指引，不经意就走到了这儿。怎么，这一览风华里来了什么贵客吗？回娘娘，是白浅上神。是青丘的那位姑姑。你怎的也不去我宫里通禀一声？回娘娘，君上吩咐，任何人不得打扰姑姑。不用怕，本宫明白你是个老实人，只是你不懂，本宫是这洗梧宫唯一的侧妃，而姑姑她又是未来的太子妃，这于情于理，本宫都应该去拜见才是。娘娘，君上吩咐过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一览芳华。只是今日青丘的这位姑姑来了，作为晚辈，我不去行礼问安，这岂不是会坏了我们天宫的礼数？况且我也许久没有见过小殿下了，恰好去看他。可上神已经去上清静了，小殿下也还歇着，娘娘就别进去了。上清静？灵宝天尊的上清静，不是已经关闭许久，竟重新开了吗？君上说上神在异界大战一场，受了伤，这才去天泉疗伤。是吗？
那本宫更要替君上好好招待这位上神了。那晚些时候，本宫再来。我当初一见他，便晓得他是个不安分的。那东海上来的妙卿，昨夜果然出事了。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。听说昨天夜里，我们娘娘还去为那妙卿求了情，在君上的书房里跪了半夜。娘娘还真是万中无一的娘娘，人长得美，性子也和顺，却不知君上为什么从来也瞧不上她。我分到娘娘殿中这么长时间，却还没见君上来过一回呢。唉，娘娘不容易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是啊，娘娘这样善良慈悲，将来怕是要吃青丘那位上神许多苦头。听他们说完，你可听说青丘那位上神，像是已有14万岁了？竟有14万岁了，那不是成老太婆了吗？哼，老不知羞的，定是用法术迷惑了君上。我依稀记着，这天宫里有一道规矩，是不得妄议上神，是不是？是。这2个宫女太不像话了，惹怒上神。动怒倒是没有，只不过偶然听到别人这样说，不大顺耳罢了。虽然我是不太计较，但这天宫这么大，总是要让人知道，这规矩立在这儿不是当摆设的。你们说是吗？上神说的是。而且这后宫呢，最忌讳热闹。我看这2个小仙娥也是性子太活泼了些，恐怕不适合这份差事。不如你们挑拣挑拣，帮他们另谋份差事吧。是。今日阿离也不在，我自己在这天泉也是无趣。你们在此候着吧，我去挑几本书来。是。你是不是给阿离喝酒了？他从昨天下午睡到现在都没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过昨天多喂了他2壶果酒，让他醉了个酒罢了。他睡到现在都没醒，你怎么不通报我一声？为什么不找药王来给他看一下？阿离还是个小孩子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小的时候去偷喝折颜的酒，醉了4、5天都没醒，我爹娘也没怎么样。再说了，阿离不是个男孩子吗？你这么娇生惯养他，免不了长大了他要娘娘腔的。阿离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他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他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？没错，老身自然生不出来这么一个活泼讨喜的孩子来。只可惜生了阿离的那位烈女子，已经跳下了诛仙台。老身师承昆仑虚，修的是逍遥道，自然没修得一副菩萨心肠，带不好你的阿离。我记得夜华君的那位侧妃，心地倒是善良的很，肯定能将阿离照顾得很好，免得在我这里吃亏了去。你不用说这种话来气我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一大早就被2个天族的奴婢编排也就罢了，回来还要被天族的太子教训。我来此处是养伤的，又不是受气的。上神，上神可见到方才是谁从这院子里出去了？怎么了？慢慢说。上神责罚奴婢吧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上神对小殿下这般好，就算是奴婢的主子再生，也会感念上神的。
此番若阴了奴婢，让小殿下栽在素锦娘娘手里，那奴婢就……你刚刚说团子栽到素锦手里，是什么意思？是奴婢着急了。方才上神前脚刚刚走，素锦娘娘就来了，说是受了仙气指引，来一览芳华看看贵客，顺便看看小殿下。那素锦来见我？是。可君上早在300年前就说过，素锦娘娘是不得靠近一览芳华的。素锦娘娘这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规矩，可今日不知怎么的，突然就来了，奴婢死活拦着才将她拦住。没想到我刚去后院打水，回来就发现小殿下不见了。你先别担心了，抱走团子的是夜华，跟那素锦没什么干系。上神说的可是真的？我骗你做什么？若真是那素锦把团子抱走了，我早就去抢回来了，还留在这安慰你吗？那便好，那便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看你如此提防素锦，这素锦可是与团子他亲娘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有什么干系吗？天君明令了，任何人不得提起此事。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仙娥，都被派去各仙山，不在天宫了。好了，你不必说了，我也懂了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你便带我去看看吧。若团子无碍，我便将他抱回来。是。君上不必担心，小殿下只是酒量太浅，没什么大碍，在这醒酒汤里泡一泡，黄昏之前就能醒过来了。阿离怎么了？回三殿下，小殿下就是酒量太浅，多喝了2口。啊？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方才有人跟我说，你火急火燎抱着阿离从一览芳华冲出来，我还以为小阿离出什么事儿了呢，让你如此忧心。啊。我以为你把白浅带到天上来，也算好事将近，会心情愉悦呢。可看你这脸色，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是因为要做新郎官焦虑了？上神，团子如何了？回上神，小殿下如今已醒了。醒来了，为何不跟你一道回来？君上说，小殿下方才泡了药汤，今夜就留在紫宸殿了。那今天就不送过来了？罢了，我还是去看看吧。说什么青丘女帝，还未嫁人的女人都不懂得学会照顾孩子。阿离才这么小的年纪，就为了这么多的酒，睡了1日1夜，都不觉得内疚。若是以后嫁入洗梧宫，怕阿离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。青丘的人大多善吃酒，他并非有意而为。是啊，我娘亲她就是觉得我爱喝，就宠着我，让我多喝了几口罢了。还娘亲呢？谁教的？白浅上神？她就是娘亲，是父亲画上的那个娘亲。画上的？回娘娘，臣妾前2日见到姑姑时也吓了一跳，确实很像。
总想让你忘了300年前的事情。如今，你心里有了这个上神，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。夜华，你告诉娘，你是心里真有这位青丘白浅，还是把他当做那个凡人了？母妃多虑了。夜华的妻子，便是天君赐婚的白浅，儿臣从未把她当作别人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作为侧妃，于情于理都应该拜见一下这位上神。臣妾今日便去了，不巧，姑姑她去了上清净天泉，明日一早，臣妾便再去一趟。好。上神，平日2位不是贴身伺候吗？今日怎能守在殿外了？君上在殿内和乐须娘娘在一起。乐须娘娘，夜华的母妃。正是。上神找君上有什么要事吗？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想来看看阿离。那要不要属下去通报一声？不必了，我迟些再来吧。母妃您真是，总是取笑臣妾。你都嫁入洗梧宫300年了，肚子还没什么动静，我不该问问吗？娘娘，这事又不是臣妾说了算。白真上神，不必多礼。折颜可在里处？上神从昨夜来，就一直守在大哥身旁。他从不会因此乱了方寸。我总觉得你大哥的病哪里不对，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问题。白真上神说的不错，不论从我大哥病的起因，还是到折颜上神的表现，都很是蹊跷。不说了，先带我进去。上神请。上神，从昨夜来你就从未休息，可否需要我吩咐下去，准备休息的房间？不必。我已经有法子救他了。稍后我会离开几个时辰，回来的时候会带一位使者，负责调养你兄长的身子。多谢上神，多谢上神呐！小儿病了600多年了，终于有得救了。可否请你们回避一会儿？是。前日你离开，我想起你的神情和语态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。现在你又让他们都下去，难道你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？你倒是说呀！真真，你或许猜到了，父神的嫡子，这4海8荒唯一的战神墨渊，如今竟然弱得要靠旁人的一缕仙气来护养。墨渊？你说他是墨渊？是他，也不是他。墨渊就在这里，他在西海已经600年了。你可知道，
昆仑虚荒废7万年，你的16个弟子散落四海，找寻你的下落。你可知道，你的小17为了保住你的仙身，每日1碗心头血，养了你足足7万年。墨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师傅，是你吗，师傅？这是怎么了？救师祖！等会儿，师父。师父，好久没有梦到弱水河一战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是不敢相信，墨渊他真的回来了。珍珍，你先在这里守着，我去将小舞带过来。你要去告诉小舞？这是他师父，他用心头血喂了7万年的人，他判了7万年的人，我当然要立刻告诉小舞，让他马上来。不行，你不能就这样去。你的意思是，夜华？对，我就是害怕夜华会多想。你要记得，他是天族太子，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未婚妻这样对待别的男人，就算那个人是他的恩师，这也不妥。可夜华早已经知道墨渊的存在了。大紫明宫一战，就是他将小舞和墨渊给救出来的，你忘了吗？这不一样。就算他见到墨渊的仙体，也肯定知道墨渊已经魂飞魄散了。可如今墨渊的元神就在这儿，总有一天是要彻底返回昆仑虚，重振天族的。这可不同。此时的墨渊对他来说，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人。你说的倒也不错。看来我让小舞知道之前，得去和这位天族太子见一见。君上为何今天脸色如此难看？无妨，何事？哦，折颜上神来了。折颜。折颜上神。太子殿下，不知上神前来所为何事？墨渊要醒了。是吗？
太子殿下难道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。他如今借了西海大皇子的身体，正在慢慢的恢复元神。照眼下估计来看，大概还要7、8千年左右才能真正的回归到仙身。昨夜我去看墨渊的元神时，忽然想起小五他拜师的那一年，他初次上昆仑虚，就是我带他去的。那时他听说墨渊是个战神，开心许久，还以为墨渊一定是那种有着3头6臂、气吞山河的上神。没想到拜完师后，他竟然还难以相信墨渊竟然长得如此模样。喂，你真没讹我啊？他真的是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啊！怎么，你都已经收了人家玉清昆仑扇了，也拜了师傅，难道后悔了？可他长得真的不像战神。我何处不像战神了？师傅，你生得如此秀气，像极了戏折子上那种与凡间小姐在后花园私会的小白脸，如何提得起轩辕剑呢？你是回视我像小白脸？墨渊呐，墨渊，我这次真的送了你一个好徒弟，日后你可有的受了。哼！只是一时感怀，太子殿下不要太介意。无妨。夜华，你可曾怀疑过自己就是墨渊吗？没有。但我真的认错过，甚至于到昨晚上，都还在恍惚呢。我要去找小五了。上神，请留步。可有什么法子，能让墨渊上神早日醒来？太子殿下竟如此想让墨渊早醒吗？这是先前这7万年来的夙愿。墨渊上神早醒一日，先前便能稍等一天。好，那我就坦白告诉你，如果想让墨渊早醒的话，首先我需要结魄灯。结魄灯。上神醒了。你先洗把脸，我这就去为你准备早膳。不必了，我想去趟紫宸殿，陪团子一起用早膳，他应该会欢喜的吧？是呀，小殿下可喜欢上神了，一定会高兴的。我这就带上神去。罢了，我还是去上清境吧。上神怎的不去陪小殿下了？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，稍有怠慢又要被人批评，还是避避嫌吧。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陪乐西娘娘照顾小殿下，今晨终是脱身，便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。你既然这么急着来拜我，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，现在才拜？
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。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，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，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。这按照天宫的规矩，姐姐方值天宫，妹妹便该来参拜的。只是这件大事，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。是以昨日初见，竟没能认出姐姐来，殿前失仪，倒让姐姐笑话了。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，先给姐姐赔不是了。却是我初来乍到，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。听你这样说起来，倒还挺有趣的。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。方才妹妹已经拜过了呀。拜过了？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。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方才那一拜，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；现在的这一拜，却是要拜恩人。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，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。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，因着姐姐的容貌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。如此失礼，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。担待倒不必，我很喜欢他。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。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，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。被折颜上神救回时，在此沉淀一躺就是60多年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一揽芳华丽满院的桃花，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。君上这200多年来，没有一时是愉悦的。姐姐，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，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。方才的这一拜，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，以慰藉君上那颗已经死了一半的心。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得很。这是要说我青丘白浅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，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。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，方能入木3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。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，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。姐姐请说。素锦，你心里所求的东西，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。做神仙，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。姐姐说的话，妹妹听不太懂。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的话，回去闭门思过几日，自然便懂了。是。先别急着起来，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，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。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，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，吃斋焚香，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。这礼是麻烦了些，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，我也是受得起。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，我觉得太过繁琐，一手心意到了便可。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，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了，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了。都是妹妹疏忽了。再者，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，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，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。
所以你还是跟着规矩，叫我一声上神吧。上神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想不到夜华竟是这样的情种。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，若我推断的没错，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。以夜华的性子，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？上神料得不错，是劈过一回。你说什么？那时君上方醒过来，身上不济，且万念俱灰，没有一丝活气息，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，连小殿下也不理。可不过2个月，天君便令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污宫。那一日，君上将一把冷剑刺入她的胸膛，天君及时赶来，将她救了回去。后来，她由天君保着，成功入了洗污宫。君上一直把她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。眼珠？他那双眼珠，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。乐胥娘娘说，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，让九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，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。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，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，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，却没瞒过天君，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。奴婢失言。折颜，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，所以才行如此大礼？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，啊！今日我来听这墙角，却听得很有收获。哼，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，送错了，说你不过就是学个艺，怎么学得整个人不太灵光了，完全没有当初他待你时的天真活泼了。我已经14万岁了。要什么天真活泼？不过呢，夜华这侧妃确实不大合我意。我一向偏爱小仙机警灵敏，但机警灵敏过了头，在我面前自作聪明，我就不大喜欢了。你此番前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听我的墙角吧？奴婢先去上清静，后着上神。折颜，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，告诉我，师父兴许要回来了。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，如今，我告诉你，墨渊真的要回来了。你也不寂寞。你当真不是在骗我？丫头，这次绝对不是骗你的。前些日子，我跟珍珍去了趟西海，办了一趟事情，在那里遇到了西海大皇子。那时候我就发现这西海大皇子身上的仙气很不一般，于是我就施了仙法，查探了一番。结果查探下来，竟被我发现他是2个人。醒着的那个是他自己，睡着的另一个如何？
另一个便是你师父墨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。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，我随着他的源头追随过去，查出他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。试问这四海八荒，还有谁能够凭着虚无缥缈的灵力，将一个破碎不堪的人一片一片的重新结合起来？那也就是墨渊才有这个本事。再则，他是父神的嫡子，我是父神养大的，从小我们两个便在一起，他的仙气，我自然是熟悉的很。从前你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墨渊灰飞烟灭之前，曾嘱咐你们10几个师兄弟等他。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念想，直到昨夜我见到他，才真正叫我佩服。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，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。师父，他花了7万年才到今日这个模样，如今还有一点散，需要借旁人的仙力继续调养。想必也是因为如此，墨渊才沉睡在西海大皇子的身体里，借以调养。只是不知那西海大皇子可担得起师父？这西海大皇子的身体只不过普通尔，他一身的仙力，除了要供自己修养，还要来分散调养墨渊。日子久了，渐渐就把身体拖弱了。墨渊如果真的要醒来的话，恐怕还要7、8千年。只是，这师父为何要挑大皇子？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，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。何况这西海二皇子本来就是你大师兄，就当他哥哥替弟弟报了师恩。丫头，你怎么哭了？这件事情，我心心念念了7万年，我真的怕又是空欢喜一场。方才你恨不得捏朵云彩，立即奔向西海，怎么眼下又如此磨蹭呢？方才听完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待在这9重天了。就算师父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也想去看一看他。只怕你突然离开，没法对你未来的夫婿交代。来这上清净疗伤，我终归欠他人情。若是不告而别，显得我没度量；若是去告别一番，罢了。夜华君，多谢这几日的招待。芊芊，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？上神留下这一封信就走了。他可还有什么话吗？一句话也没有，看上去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，红肿着一双眼睛，也来不及看眼小殿下就走了。去吧。他不是刚来吗？怎么忽然又走了？有件事
他会请求去处理。夫君，你怎么又将这结棚灯拿出来了？你当初不是说这灯一直燃着，娘亲就会回来吗？如今娘亲已经回来了，这灯还有什么用吗？夫君得将这灯送到一个地方，有人等着用的。那夫君快去快去，要用灯的人一定等得很着急。夫君送完灯能去找娘亲吗？阿离，你的娘亲是青丘女帝，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不可能日日陪你在天上。阿离明白，只是阿离好想念娘亲。东南西北四海的水军，我印象最淡的便是这西海水军。当初与大师兄闲聊时，他说从他爷爷那一辈开始，近2代的西海水军都为人十分低调，才令得西海一族在四海八荒都没有存在感。唉，就是这么一位低调多年的西海水军，却为他大儿子做了一件很不低调的事情。他儿子不是已经病了600年了吗？儿子病了，请人来医就是了，能做什么？这600年前，西海水军为了治他儿子，四处张榜告知。水军，小仙告知。海将军，水军，马上派人张贴告示，告诉天下人，有谁能治好小儿之病，本军有重重赏赐。是。桃子，快点，迅速将榜文昭告四海八荒。你为何要凑这个热闹？就在前些日子，你四哥偶然间听到你大师兄提起这件事情，自然就想到了我，要我去帮一帮他。难怪这四哥看在大师兄的面子上找到了你。你以为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出来呢？冥冥之中，也算是大师兄帮着师傅找到了你。若不是你，怎么会那么容易找到师傅的魂魄？冥冥中自有注定。若要墨渊的身子骨恢复得顺遂，那蝶雍的身子必须好好照料。接下来的日子就要辛苦你了。这本就是我该做的，谈何辛苦？上神走时说要带位仙士来，没想到
这么快就到了？这位仙使是专门负责料理大皇子那种病患的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就由他来照顾大皇子。那就有劳仙使了。好说好说。二位请。二位上神，前面就是小儿所住的福音殿了。不妥。仙使，什么不妥？莫非对小儿的病有什么？回水君，小仙只是想到一件事情，非常紧急。啊，但说无妨。是这样的，小仙方才想到，调养之事需要十分的清静，可否方便水君立个规矩，从明日起，包括水君本人，不要靠近这里。好。夫人，你先回宫，我独自带二位上神入殿就行了。二位请。怎么了？我怕碰见大师兄。西海水君，不知二皇子现在身在何处呢？哦，昨天昆仑虚来了信函，说蝶峰已经到了那里，这2天恐怕回不来。二位请。回不来，哪怕他回来了，如今墨渊都要醒了，害怕碰见你大师兄啊。再说吧。请。你眼下定是想急着见到墨渊，但又害怕见。去吧，你都等了7万年了。仙使，这个就是我的大儿子蝶雍。蝶雍，立在你面前的这位锐气千条的仙使，便正是折颜上神座下守五区一指的弟子。今后，你的几百年不遇的顽疾，便全权仰仗这位仙使来打理了。多谢仙使。这脉象，不虚不实，不缓不红，不浮不沉。正如折颜所说，再正经不过的脉象。仙使，小儿的病，有劳水君去殿外面等等我，我等一下要使用仙法，探究一下大皇子的病根。这仙法需要清静。是。师父，之前就听折颜说过，师父您在这。
终于找到你了。徒儿来晚了，师父。你哭什么呀？难不成我这病没治了吗？就算没治了，你也用不着伤心的哭啊。别哭了，医不好，我不怪你就是了。我是喜极而泣。你这人，我原本以为你是心肠软，不曾想你看到我受苦，却很开心呢。也没有多开心。大皇子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直言说的没错，若仅靠着蝶雍这副不大健壮的身子骨，师父少不得需要调养7、8千年才能真正醒过来。不过，若能借得天族的劫魄灯一用，再将我身上这14万年的修为渡他一半，便能助师父早日醒来。看来，还是要回一趟九重天，亲自见见天君了。折颜上神呢？折颜上神说有些要紧事要处理，让仙使先留在西海，明日便回来。那你们水军呢？方才有贵客至，水军前去大殿迎接贵客了。若是些微小事，仙使尽管吩咐婢子们就是。那去迎客大殿，带我去见你们水军吧。其他人留下照顾大皇子吧。是。仙使，请随我来。仙使，请。阿离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他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他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？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，爱在天地中流转，一颗心为谁奔忙？四海八荒，身在何方？岁月该如何安放？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30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起起，雾茫茫，雨滚滚，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。就是你为救墨渊留下的吗？牵着手，别惊慌，光明天会怎样？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。白起，你的心里面可有半点我的位置？你等了他7万年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你的心中当然没有别人的位子。是我妄想了。你说的这个人，可是我师父。师父回不回来，与你有何干系？
而且师父的事情，仅有我、四哥还有哲言知道。你是怎么会知道的？是哲言告诉我的。我还知道，你为了让他早日醒来，需要解破灯。告诉我，你拿了解破灯之后，还准备要做什么？去营中拿神之草，然后将自己的修为炼成丹药，给蝶用服下。不出3个月，我师父便能醒过来了。你疯了！你以为凭你自己的力量，就能轻易取得神之草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取到那神之草。我知道，看守神之草的4头凶兽异常凶狠。当年，就算是我阿爹去，也弄得伤痕累累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要去吗？我当然要去啊！为了他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夜华，你此番来得正好，我刚好有事要与你说。我们那纸婚约，不如就此废了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早就听说天君会传位给你，我也知道继任天帝天后要一同承受81道荒火、9道天雷的大业。我本应与你一起受的，但是我要将修为渡给师父，所以可能无法与你一同承受这业火了。其实当初你我本没有什么干系的，只是因为那桑吉做错了事情，让我们青丘颜面尽失。天君怕两边下不来台阶，所以才定了你我这桩亲。如今便由我青丘去退婚，所有前尘往事也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了。我明白了。今夜你来我房中一趟吧。解破灯不在天国，在我手上。原来真的只是我在妄想。可是我欠了你多少，你又欠了我多少？怕是早已乱成一团，理不清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四哥，你来找大师兄喝酒的？我此前虽喜好与你大师兄喝酒，不过此次是专门来看我的妹妹的。有劳四哥费心了。我原本就是过来看一看你，不过眼下这么瞧着，你这伤倒是好了，但是你的脸色怎么看着这么奇怪啊？煞白煞白的，莫非是墨渊回来了？你不开心吗？啊？
我挺开心的，我哪儿不开心啊？那你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？兴许是因为方才我用了法术，一时没缓过来。好了，同你说吧。不过，是因为团子同叶华生了一场嫌气。之前团子在我那里喝了2口果酒，谁知道小孩子酒量那么差，他醉了7、8个时辰都没醒过来。我觉得这本不是多大的事情，叶华看到了就同我生气了，还说我没把团子当成亲儿子来照顾。我一时气不过，就说了些重话。我让他去找他的侧妃照看他儿子，别再来找我。那阿离才多大一个娃娃呀？你给他喂了那么些酒，醉了7、8个时辰都没醒过来，也不派个人报叶华一声。而且你这个当后娘的，也不知了去向。他若心中没有半点起伏，那韦石也是个人才。按照你的性子，往常这种事也就当个笑话罢了。可这次却赔了一身的风度，还端出了他那个侧妃，卯足了劲儿刺激他。你这么反常的行为，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不可能。不过，我上9重天这2日，气度确实大不如前了。看见那素锦侧妃全身都不对劲，也受不了叶华他说了我2句。莫非我真的是吃醋了，还醋了这么久？你果然是吃醋了。不会吧？我整整大了他9万岁，如果动作快点，孙子都有他一般大了。我还想着帮他纳几房貌美的侧妃呢。四哥，若我真的对他有感觉的话，当时他向我表白的时候，至少我心里应该有感觉吧？什么？他竟然向你表白了？好，能一眼看中我带大的人，这小子颇有眼力。啊，说到年龄问题，我们阿爹也大了阿娘15000多岁，只要相貌登对就可以了。你们俩的相貌就很登对。说到娶侧妃这个事儿吧，从前折颜心心念念的也要给我娶一个夫人，可是娶了很久都没有娶成。他应该是觉得这4海8荒没有哪个女神仙配得上我。你呀，天生就是少根筋的，于风月之事本来就不在行。我问你啊，他若走了，你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叶华初来青丘的时候，确实是不习惯的，但想着，反正日后要同他成婚，都要住在一处，所以便随着他去了。白天的时候，他拉着我散步；他批公文的时候，我在旁边嗑瓜子；晚上再陪他下2盘棋。我想着，反正日后成婚，千秋万载都要这样过，也就渐渐习惯了。不过方才你这样一问，我倒想起来了，叶华来青丘之前，我到底是怎么过的？今日看来啊，你10有8九是瞧上叶华了。不过你也不用这么纠结，叶华他既然当时立下了誓约，若日后他不遵守的话，哼，那这样看来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四哥，你放心什么呀？那他真的违背誓言吗？那我该怎么办啊？说我是真的对叶华动了心，那我白潜这14万余年，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？竟会对这个比我小9万岁，等闲该叫我一声老祖宗的小子默默动心。
昨日团子醉酒时，奈奈还说，这小殿下的酒量正是随了他的夫君，十分的浅。1、2、3、4、5，5个酒坛子，酒量并不算浅。你是来拿解剖灯的。随我来。解剖灯在此。你把这灯放在蝶蛹床头3日，墨渊的魂魄便能结好。千万记得，这3日里，灯火不能熄灭，也不能用仙法保护，必须亲自点着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细心照顾的。是我多虑了。照顾墨渊，你一定会尽心尽责。这灯上有凡人的气息，这灯我用过。我记得奈奈曾跟我说过，你想用这结魄灯做一副团子他娘的骨肉之躯，那这灯我便收下了。我知道，这结魄灯是天族的圣物，你就这样轻易的给了我，可有什么不妥吗？本来这次来借结魄灯之前，我还想着，借了这灯，青丘和天族的债就算是一笔勾销，两不相欠了。但你这么轻易的就把灯给了我很感动。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应该要回报你才是。你需要什么吗？你可以告诉我，能帮的我都会尽量帮你。我没什么想要的。你真没什么想要的？那我便先回去了。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，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。你想要我？当我没说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夜华，这难道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？我对夜华的心思已经龌龊到了这个地步了。我的衣服呢？我嫌麻烦，用法术变走了。你你是
要和我一起？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今夜也许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完完整整的拥有你，哪怕你的心里只有墨渊。怎么还没睡？以前总听四哥说起你的威名，说只要有你的战士，没有不所向披靡的。怎么与鲛人族那一战，你却差点灰飞烟灭？若不是我故意放水，区区鲛人族如何能伤得了我？为何要故意放水？我这一生从未羡慕过别人，唯独羡慕我二叔。他和绍兴私奔的事，你可曾听过？他和绍兴私奔的事情，你忘了？我可是当事人之一。二叔求人得人，虽然过程坎坷，但是结果最终圆满。天君虽宠爱他，却从未立他为太子。没有了太子这个身份的束缚，他脱身倒也脱得洒脱。那你呢？我虽是太子，所幸我爱上的正是请求的白浅上神。芊芊，若有一天有人夺走了你的眼睛，你可会原谅他吗？这天上地下，有谁敢夺走我的眼睛？若那个人是我呢？是你。你要真是拿走我的眼睛，我跟你的交情也就到此为止了。那这波灯，你要记得，3日不灭，少1个时辰都不行，也不能用仙法保护，必须亲自盯着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小心谨慎的，放心吧。好好睡吧。嗯。